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退役中将帅化民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这一次的川习会啊，习近平可以说是给川普十足的面子了哈，而且习近平还特别送上了玫瑰种子。那川普也说啊，现在美中关系回暖了。好，对于这个川习昨天的晚宴呢，中国的网友啊也是非常的关注啊，纷纷都登上了这个微博热搜、今日头条还有百度热搜。好，那这场川习会呢，也重新建构了美中之间的新定位吗？我们来听一下习近平是怎么说的。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好，而且呢，川普呢也非常的高兴啊，邀请习近平跟夫人在9月24日的时候回访美国。好，那刚刚说到了这场晚宴啊，他们的菜色是如何呢？这个川习会的国宴菜单出炉了，是金汤龙虾配上鹿酒，而且呢一边啊还演奏川普最爱跳的YMCA。 好，习近平为了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川普进行宴会，传出了这个迎宾歌单啊，就包括了川普最喜欢的 YMCA。 而且呢川普也很给面子哈，他平常呢是滴酒不沾的，但是这一次啊却应了习近平之邀，他干杯了。好，所以呢网友呢就非常的感动啊，说啊平常他都不喝酒，极度自律的，通常他都是喝什么健怡可乐来代替红酒，或者呢是用葡萄汁伪装成葡萄酒跟香槟。结果这一次他干杯了，所以大陆网友就说这真的是充分的展现了尊重，展现了诚意。好，那他喝这杯酒之外呢，在逛这个天坛的时候，他也大赞说，哇，真的是一个非常高耸的古建筑，了不起，太棒了，中国真的非常美。好，就是因为啊，这趟的接待呢，他被高规格的对待。那川普甚至还说习近平啊，有如是一个好莱坞男星，好，非常的肯定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款待，还说此行在历史上会留下受到极大尊重的一个伟大时刻。而且呢，川普还带上了他的企业天团，一起来到这个北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样去吹捧中国的。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而习近平也直说了，他说啊，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好，而且啊，我们来看到了这一次呢，有17名的美国企业巨头都一起来到了嘛。那么在川习会后呢，包括了苹果的执行长库克啊，惠达执行长黄仁勋、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等等的17名美企的高层都跟大陆总理李强去会面了。那李强就说啊，一个可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合作关系是符合两国的和世界的利益的。那么中美的经贸合作量体大，市场跟产业联系广泛，双方加强合作就能够促进互利共赢，也是有利于全球的经济增长的。但是我们来看到呢，大使团里面呢，竟然还有一位跟这个企业没有关系的人，那是谁呢？那就是川普的次子艾瑞克，他竟然也是跟着来到北京了。但是呢，他是以个人的名义参访的，但是外界还是质疑了啊，这会不会模糊了政府事务跟私人企业应有的界限呢？尤其啊，之前啊，拜登的儿子啊，杭特呢，他2013年的时候也曾经随着当时是副总统的父亲访中。那么川普还特别是批评杭特在中国经商啊，说呢他的访中行有贪腐的情势。结果现在他自己是带着他的次子，就被人家质疑了，你这样子是不是双标呢？
好，那在这场川习会热烈举行的时候呢，美国的副总统范斯啊，他是独守白宫啊，因为啊这个法律的规定啊，副总统呢是没有办法一同出席川习会的，所以他只好自己在白宫处理事务。那范斯也自己笑说，我很像喜剧电影《小鬼当家》的男主角，就是家里没有大人啦。为什么会说这个副总统没有办法去川习会呢？就是要预防说，万一美国总统遭遇不测的话，那副总统呢就要来代为上位。所以呢，川普也防御自己不测，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的坚毅桌的抽屉留下了这个接任的指示信。好，不过看到这一趟啊，川普呢跟习近平的这个互动极佳啦，所以美中之间的博弈真的要从这个对手变成伙伴了吗？我们来请教亮哥。我这个中方当然会想要让川普宾至如归嘛，事实上来的接待规格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是副总理韩正接机啊，上次2017是杨洁篪，级别还是不一样啊。那还有比如说真的让他有阅兵的感觉啊，而且据我了解，那个阅兵队听说每一个人身高都在195到200之间。因为川普身高是190，每一个都要比他高一点点，要压过他的气势吗？不，用那个身高，中国人多嘛，不然有哪个国家能够维持那种水平啊？那还有各种欢迎的小朋友也好啦，等等啊。因为川普就是喜欢把交易，好像整个取决于他个人的交易嘛。坦白说，我们也必须说，川普也做足了功课啦。川普在晚宴的演讲是看稿说话，这个很罕见哦。对，表示他很当一回事，还讲了中美早年的历史啊，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把这件事情看成最重要的事啦啊。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就定位，就是中美合作的基调一定要成功。我觉得双方都有这样的共识了，所以即便有冲突的议题啊，可是合作为主这个基调要确定啊。那中国大陆也给像经贸的清单，大概也都陆续公布了嘛啊。我们现在只是不清楚双方的市场要开放到什么程度了，或者开放什么项目啊。因为美国，我认为美国最希望中国开放的是金融市场。所以金融业去的蛮多的啊，不过这一点我觉得刚好是中国大陆要开放比较难的啦啊。那中国大陆也有一种声音啊，说可不可以除了敏感科技之外，美国的市场都对中国开放，这可能也有困难，比如说电动车要不要开放啊？所以我是觉得，因为现在墨西哥跟加拿大对中国的电动车都开放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要再隔一段时间，你才会看清楚啊。不过我觉得双方啊，在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有提到一个概念啊，就是那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习近平说至少3年，至少3年就是川普任期嘛，啊，那川普接受，那大概有4个内涵啊。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啊，那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其实你把这个放在里面啊，你大概就知道，中美这个关系稳住，而且以合作为主，大概可以稳住这个世界的大部分的秩序了。事实上，中国大陆那个《人民日报》那个钟声写了一篇文章嘛。他就说，中美在贸易战的时候，全球贸易少了10%，所以你就知道，外延出去的波动，世界都会受害了。对，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就认为说，可以强强联合，有利于整个世界的秩序了。我们可以当朋友，不要当敌人嘛。除非你在台湾议题始终谈不拢啊，那就是就唯一中国大陆强调的红线了，就这样。不过美国真的会改变对中国的战略吗？那中国跟美国真的能够同时伟大吗？我们来请教介大使。现在就变成就是说，
大家会担心的就是说两个超级强国之间发生剧烈的冲突，这个不仅是两个超级强国之间都要付出代价，整个世界都要付出代价。你看美国只是跟一个中等强国发生一场冲突以后，这荷姆斯海峡搞得大家都怎么样？大家都受害啊！我今天去加汽油、加油越来越贵，没动涨了。你看现在世界真是牵一发动全身啊！那你更不要讲两个 super power。那我觉得这一次中国大陆主动是要建立跟美国的稳定、更好和平共存的关系，然后可以看出来大陆对这个川普是伸出了一个橄榄枝，可是只有一点警告川普，就是台独你不要去支持，就只有这一点，其他都是在讲合作的。那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现在我觉得这一场这个峰会下来我想对经济虽然说不会立即全球的经济不会立即看出来什么好，有立刻的利多可是你看没有任何波动，它不会在已经紧张的经济的形势下再增加一个负面刺激，这个是现在对美国有利，对中国大陆有利，对全球都有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议就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定好调了，就是一个怎么样展现出双方开始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的一个新关系。那我看大陆的这些他们学者说中美的关系已经有一个新的起点了。也就是说这一次这个立规矩的部分中国大陆下的功夫比较大，美国看起来还是怎么样，要在旧的框架下面继续跟中国大陆既斗争又合作。那中国大陆就把这个主调现在把它改写成稳定第一，然后呢尽量合作。习近平不是讲吗？他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跟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绝对可以相互成就可以相互，所以用这两个目标大家来他不但造福这两个国家，还造福这个世界。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某种程度上双方已经越来越怎么样找到一个共同的道路了。那尤其我觉得大陆的接待，我觉得这次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他很了解被他接待的人的喜怒哀乐。对，那你有针对川普的这种，你比如说你进来这个演奏的歌曲，那个气氛，那个排场，然后去看看这个像这种像这个天坛，去看看这个中南海的内部，这些部分的话，我觉得川普是很喜欢这种皇家气息的。对。那么中国大陆北京多少年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皇家的传统都在那边，他都让他去看到那个精髓的部分。那这些部分我觉得对于就是川普作为一个受访的人来去访问的人，他会觉得主人对他是非常的重视。那让他觉得好像有一点宾至如归的感觉。虽然最近这2天美国的媒体都在讨论一件事，就是说中国大陆在台独的问题上对美国提出严厉的警告，是非常严厉的警告。可是呢，大局势我觉得他们还是把握住了，就是一个往合作稳定的方向去走。这个对11月以前的川普是极为重要，对中国大陆要寻求这个“15-5”计划的能够顺利，今年的这个 GDP 能够达5%也是很重要。所以这一场川习会可以说是双方各取所需啦。但是真的是川普被对待的非常好，他也非常的开心我们来请教薛将军。那你看到目前为止，整个场面花团锦簇一片和气，互相称颂，称兄道弟，这是做给大家看的。里面大家谈的交换的也好，关税也好，管制也好，什么开放也好，那早就谈好了。那大家现在很关心的就是说，在你川普还没来以前，中国就设定这红线台海问题，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看到有任何迹象跟松口？反倒是经贸合作开放的，该买的什么东西都已经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个问题要看两个国家的基本的底气问题。美国经过奥巴马、拜登、川普
这3朝对中国的认知作战，对老百姓来讲抗中，这是美国的 common sense。中国大陆也有问题，就是说台湾问题是它的核心问题，对不对？但是大的原则是斗而不破。但是这2个国家会不会斗？我告诉你，不管换哪一个总统当美国的总统，基本上他都不容许有第2个老二超过他的霸权。他斗是一定要斗，但是不能破，因为破是两败俱伤。所以习近平也点出来，就是大家合作，把斗改成竞争，大家都有好处。这也是给川普一个框架性的东西。第2个，修斯底德的陷阱，这也是在做严厉的警告。如果说那台湾问题你们还是一意孤行的话，那战争跟局部战争都免不了。那这个东西怎么做呢？其实川普早就有准备。我为什么讲这个迹象？有关140亿美金的军购案在川普桌上已经摆了很久。为什么压得不批？就是留了这一手。美国要让步，他不能在这个会议上讲我反对台独，放弃台湾。那他回了美国，他的民意也会受到很严厉的批判，对他选举也不利。因为美国已经经过2、3、4年的这个宣传嘛。因为我早年就看过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丑化，所以你一下子你转不过来。台湾也是这样子啊，台湾把抗中保台变成一个诅咒了，谁要违反这个就好像是卖台了，这也是一个氛围。所以各位，当一个领袖绝对要重视自己的氛围。那习近平也要重视，因为大陆的武统声音也很高啊，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这个问题没有公开的说明，但是美国会不会让步？他一定要让步。他让在哪里？就让在军售。军售里面有很多花样可以玩。第一个，我不卖，这是一种；第2个，我卖这个不出货，不是不严重的武器，就是说不会影响到战争的问题。第3个，品格等次降低，最糟糕的是库存品的库存品。因为卖去也没有钱可以收，这就是我们以后来看啊。所以你看，为什么赖清德在讲，哎呀，海马斯压在5月底，再不付钱的话就黄了。那我请问，第1批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海马斯放进去？第2个，我们能买到什么东西？美国打到现在连库存品都要补不齐了，你还能买到什么东西？所以这个问题这个文章还有得做，因为我跟老美打交道，军购的文也很多年了，知道他们这个东西他们玩的把戏，我们以前尝过，钱也付了，东西也做了，放到琉球给你摆4年，这个也是以前做过的。最近还买过一批库存品，里面是发霉的防弹衣，而且不防弹，不防弹的钢盔，这都是什么火山地雷，这种塑胶的地雷。根本就没有什么用的，没有作用。我们怕的就是这个。还有一个我更怕的，美国的无人机在乌克兰，连乌克兰的不要用了。对，然后那个董事长也跑到台湾来。将来我们要买那个东西的话，那真是钞票糟蹋到了。这是浪费台湾的公帑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好，来看到今天的川习会呢，2个呢是来到了这个中南海，我们来看一下画面了哈。这个川普获得习近平的罕见礼遇是怎么样呢？走进了中南海核心。好，这是川习会的第2天，在中南海登场了。美联社指出中南海并非北京领导阶层接见外宾的一个主要场所。那习近平邀请川普进入中南海呢，就被解读是刻意要展现个人交情，要用私人化的方式呢拉近与川普的距离啦。这样的举动引人注目，就是因为中南海
在中国的政治还有外交语境中的一个特殊的地位哦。但是其实这个中南海也不是说没有接待过外宾的。1972年，毛泽东也在这边来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森，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那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丁啊，还有美国总统布希跟奥巴马等人呢，也曾经在访华期间进入中南海举行小型会谈或者是散步。但是这里毕竟不是一个接待外交的一个常态啦，所以呢，比较像是刻意说，我对你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礼遇来要跟你拉近关系。好，但是说到川习会啊，最能够谈成具体的东西就是经贸了。那现在川普也说了，中方同意要购买我们美国的大豆、石油、液化天然气，还有其他能源了，甚至承诺会采购200架的波音飞机。这对波音来说是个大订单哦，因为它是9年来首次由中国接到订单的。但是因为之前外界传出说是500架，但是现在只有200架，所以波音的股价还是重挫了接近5%了。好，但是呢，这已经算是不错的啦，因为现在来看到 WTO 的数据了哈，中国呢还算是这个 WTO 的这个出口大国啦。而至于在这个美国的科技领域呢，虽然它是领先的，但是反过头来还是很需要中国的市场啊，所以呢，很多的科技大佬都跟着一起来访中了，像是苹果公司的执行长库克呢，就引用了中国谚语说，众人拾柴火焰高，表示深信这一次的随访企业家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来为中美共同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而至于最后一刻才搭上飞机的黄仁勋呢，他也说了，中国呢已经在推进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来听一下。One of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thing China is already doing, which is focusing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king sure that AI is being applied into every single industry, in healthcare, in life sciences, and manufacturing. It's already opening up new opportunities. 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虽然美国是批准了阿里啊、腾讯啊，还有字节跳动的10家陆企去购买 H200晶片，但是北京呢，是纷纷的禁止陆企去采购这个订单，所以呢 H200的采购合约也就这样子陷入了停滞。所以这一次黄仁勋访中，是不是为了要在中国寻求突破呢？好，那被问到了说这个美国早就已经批准中企去买辉达高阶晶片，但是中国不愿意买吗？是不是这样子呢？贝森特被问到了说，他说这件事情是他第一次听说他知道关于 H200晶片的审批过程有很多的波折，还需要再看看，但这个是商务部的职责，明白吗？意思就是说，这个关税战都是你商务部掀起的，不关我这个财政部的事情呢。好，但是说到要讨中国的市场开心，这个人最厉害了，是谁呢？那就是马斯克啦，因为他这一次来的时候是牵着他6岁的儿子，叫做艾克西，这个字有点难念他是直接踏入了与习近平会谈的现场。那么也看到他儿子身上是一个中式的刺绣背心，手拎一只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虎头包，格外的吸睛。好，所以马斯克这个举动不仅展现出了他对中国市场的重视，更在两国科技战的紧张氛围下，成功用儿子的萌样还有软实力来进行外交。好，那就有社群网友就评论了说这个中式元素的萌照非常的满意。结果马斯克竟然也亲自去回复他说我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这是这个平常都是惯用英文来发文的马斯克，他竟然是用简体中文直接来回复哇，真的是跟这个网友跟中国零距离啦甚至就连那个小米的创办人雷军在这个晚宴上的时候呢，他也是直接走到了马斯克的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结果马斯克转头之后呢，雷军就主动跟他握手，还掏出手机，两个人就这样子半蹲自拍。好，尽管马斯克没有起身，他也是对镜头做了一个眨眼的一个表情啦所以可见在商业大佬里面呢，美中能不能够一起赚钱这是更重要的事情嘛。我们来请教亮哥。其实我觉得难度还是很高啦。那个 H200 在中国的营业啦，第2季那个辉达的芯片在今年第2季，目前中国的营收是0那第1季
那个时候还有 H20特工芯片，还卖了56亿美金。那第二季到目前是0啊，而且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华为已经要扩产60%，而且都已经交给中芯国际要代工啊，还有那个上海的华虹吧啊。那中芯国际为了这个事情要盖2个新的晶圆厂，所以我认为购买的几率很低了，因为这个已经牵涉到人工智能要不要自力更生了。那所以我觉得恐怕机会不大。哦，你刚刚在讲说，在第一段的时候说，是不是有相关的人利用这次的访问赚到钱哦？其实赚到钱最明显就是川普了。对啊，因为川普刚公布他的持有股票，他新增的股票就是辉达股票，结果马上大涨涨4%多。对啊，就因为黄仁勋上了他飞机，然后立刻就宣布说有这个10家中国公司要买，涨了4%多。如果是这个原因涨的，那很可能要吐回来。因为中国也不一定要买，我认为不一定会买，准买不准买这样。那其实美国的大官或者是大企业家的小孩学中文其实蛮多的啦。上次2017年，你记不记得川普的孙女啊？对，不就在那边表演唱茉莉花，对不对？唱茉莉花，对不对？所以那个不是更直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恐怕是一个风潮啦，很难避免啦。那我觉得雷军会去跟马斯克照相哦，表示这些企业家里面最有魅力的还是他啦。我说实在，我如果在那个现场，我最想合照的也是马斯克。也是马斯克哦。啊，不想跟黄仁勋合照吗？6兆男啊，可是马斯克比较有创意啊，你不觉得吗？比较有趣，还会在上面回复网友啦。好，那我们介大使想要跟哪一位企业家合照？去示威。对，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峰会啊，真的世纪性的聚会啊。对，这个不仅的政治上面的精锐进出，美国连这个战争部长一起去了。对，这个战争部长、财政部长，然后国务卿、贸易部长，这个规格实在是非常整齐。另外一方面，那个企业家川普不是津津乐道吗？他只有第1名的，第2名、第3名都不让他参加，所以呢，那在美国股市市值1/3，所以其实就是说，川普说实话他还挺厉害的，能够让美国的企业界这个对他还是很服气的。那他也能够搞出一个场面。也就是他带了一个团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给他很高规格的接待那以川普现在在国际上大家对他的风评来讲，他大概现在只有到北京能够受到这种招待。那为什么北京这样做？我觉得北京是看战略，基本上还是跟美国的关系还是维持的一个怎么样斗而不破，然后尽量往好的方向走的这样一个局面你看他们这次完了以后，真的我认为对全球的经济来讲，没有任何负面的讯息出来以后呢，那些正面的讯息会让美国的经济也会往上走，起码在股票市场上没有其他波动化，会往上走。中国大陆未来的经济的路也会走得很顺。也就是说，不要为自己的经贸的发展去干嘛，自己挖洞给自己去跳。这是比较聪明的做法，你何必去那个争了口舌之后呢？然后以后呢，人家投资的不敢投资了，对不对？投资股票的也有心里有疙瘩了，然后搞得这样战云密布，到最后怎么样？最后在经济上大家都没有得到好处。川普现在很现实你现在就是你11月号之前，11月之前你能帮我多搞点票来，靠搞票算什么？最主要你那中西部那些农产品拜托一下，对，那你看川普姿态放多低，所以政治人物是要务实的，不要被那个意识形态给绑住。那习近平说实话跟美国他上这么多年来，过去9年来跟美国是打的科技战、贸易战打得多凶对，可是该大家握手言欢，大家共创一个好的未来的时候，
那也很重要啊。所以这次访问整体来说，跟我原来预期一样，就是要营造一个双方合作，然后携手合作的一个大的氛围。那小的这些波波折折都不重要，对，大的氛围制造出来就是如此。对，现在说要双赢，但是前阵子才彼此课关税战嘞，所以现在谈成的这些订单真的能够让美国的民众忘记之前关税带来的痛苦吗？请教帅将军。那你要消除这个，可能还要一段时间。这个美国也不可能是大开大放，而且你对中国的开放，你还能不能对全世界的开放？所以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直接，是看到一个远景而已。假定说荷姆斯海峡的危机解除了，油大量出来了，关税停息了，川普还能混吗？在这 Great Again 里面，主菜就是一个关税嘛，对不对？一个谈判，这个占取更多的这个，你像巴拿马啦、加拿大啦、古巴啦、伊朗啦，那问题一大堆嘛。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请跟中国的交往，总算有一个人带头抵制这个东西，也成功了。那川普会不会稍微收敛一点？你看这里面有几个场面，我们证明他是收敛。川普到底拿讲话什么时候拿过讲稿？这是第一个。第二，从来不喝酒，什么都，因为中国人喜欢干杯，中国人任何场合都要人家干杯，还要干大杯，他也干了。第三个。奏 YMCA 在美国奏 YMCA 的时候，你看他们在舞台上又扭又跳的，现在有没有？从来没看过川普这么端庄的表演，是一个总统。所以这个人 he care， 他在乎，因为这里面拿捏到美国的经济、美国的选票跟他个人的威望。在前面中伊战争这几个月里面灰头土脸，跟欧洲的领袖搞得也是不爽，跟南美也搞得不爽。那是不是有一个超级大国可以跟他在这个场面？我讲今天这个看到目前为止，就好像看一场很好的溜冰赛，花式溜冰，两个溜冰演员都各种美妙的姿态你都看到了。但是问题是，他们是苦练了多年，有那个能力溜。我们一般人在冰上站都站不稳。好，这就回到本质的问题了。我刚刚讲过。中美会不会有斗？它永远有斗，因为他斗苏联斗几十年，回过头来第二个对手就是中国，他怎么会不斗？所以习近平也很清楚，就告诉你，我们斗就不要破，但是把斗改为竞争、良性互动。连贝森特都懂得一个中国谚语：众人拾柴火焰高，就大家往好的地方去做嘛。那柴多了火就旺嘛。他带了多少柴来？这些 CEO。身价都到64兆美金了，都是大头啊，好歹总要带点东西回去吧。那中国是不是也可以收到东西？我也给你面子，你最难看的问题不好答，我们暗地做，什么东西？台海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正处于什么？台湾的问题是处于两国共管，谁共管？中国跟美国。所以这场川习会是终于让川普有一点回归现实了，务实了一点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好，川普这一趟中国行呢，终于结束了。来看到呢，现在川普呢已经结束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搭乘空军1号专机返回美国了。那他说他达成了非常棒的协议期盼9月的时候呢，习近平能够回访白宫。而川普呢，则是对习近平表示说呢，我们是对等的，就像对等贸易一样，会全力以赴，也希望习近平离开美国的时候，会像他对中国一样，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好，但是未来中国可能真的要跟美国平起平坐了吗？我们来看到习近平就大谈说中美要建构什么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重要的思维呢，其实是要延后美中的摊牌时间吗？那未来一段时间仍将会继续维持斗而不破。为此来超越美国，争取更多的一个战略空间啦哈。不过最看衰美国的是谁呢？可能是川
川普吗？因为美国的国防部前官员就说了，说川普才是最大鸽派，而且他对中国实力印象很深刻，不认为美国目前有能力赢得过战略竞争，所以相较于他的第一任期，现在川普比较倾向于优先跟北京达成协议。好，那你不想跟北京这边冲突就算了，你还激起了一个战争，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地位更加岌岌可危。但是川普的面子往哪里挂呢？当然是不能够落人呐，所以呢，他还是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是在15日的一早不到6点，他就在中国直言了，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待续。而这就显示了他强烈的考虑在停火期间恢复攻击。但是伊朗战争真的是拖累美国了啦。CNN 就指出了说就经济层面来看呢，川普在各方面取得胜利，但是他访问中国拥有的筹码比预期少得很多。那习近平很清楚川普几乎没有筹码，他知道川普的威胁性言辞还有实际制裁跟关税的做法呢，并不受到美国选民的欢迎，而且现在这个伊朗战争好像还要靠中国的帮忙哦。川普就说了，说习近平说了，他表态愿意协助推动美国跟伊朗冲突降温，也承诺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但是呢，荷姆兹海峡中国自己就可以过啦。来看到伊朗呢说有30艘的船已经获准穿越穿越荷姆兹海峡了，其中呢就包括了中国船只，而且呢他们是同意基于中伊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船只提供便利了。所以呢30艘船已经通过荷姆兹海峡了，但是你美国想过那你就再等等吧。好，另外来看到其实紧接川习会之后是什么呢？就是普丁也要来访陆了。那克里姆林宫现在也证实已经完成了筹备工作，但是现在呢大国呢都纷纷的在互相的联系那谁受伤最严重呢？可能就是日本了。现在日本呢也非常紧张，紧盯着川习会的走向。那么高市早苗之前就已经积极在寻求跟川普通电话的机会，甚至还预计要再次重申日本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一个高度共识。那日本的官方长官也说了，说美中关系是有助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他们将基于与美国的牢固信任关系，呼吁中方承担与自身相称的责任但是呢，其实之前还有报道说什么说呢，很希望川普在飞到北京之前呢，顺道访问东京，哪怕只是停留在几天，那高市早苗都有机会向美方传达日本的立场。但是川普根本没有想要停东京，就直飞北京了所以就有评论说了，说在川普的外交棋局当中日本已经从不可或缺的盟友沦为可以被跳过的一环日本第一次意识到，不论多努力的向美国表忠心，但是在川普的商人逻辑里面日本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被交易的筹码。因为非常明显的安抚盟友对于川普来说还不如那几个订单重要。我们来请教亮哥。川普有派贝森特去了，对，他是有去。贝森特去日本，然后又去韩国吧，然后跟何立峰见面我觉得伊朗应该这个战争应该快要到尾声了啦，因为中国大陆就是重申他原来的立场嘛，他本来就认为荷姆斯海峡应该要开放那他也本来就不赞成伊朗拥有核武这两个立场其实跟美国是一样的。现在就差什么？就差美国要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嘛。那这个大概就是接下来普京要去中国嘛，然后接下来就大概中俄就要进场了，因为伊朗没有中俄进场做国际保证他还是会觉得不稳他怎么知道以色列会打他所以我觉得大概已经主要矛盾都谈到了。而且伊朗最近也表示说，他愿意接受国际机构的监督，然后把那个浓缩铀把它的浓度降低。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可以接受的方案了。其实大家应该关心的是乌克兰今天又打了，而且今天直接打基辅基辅刚刚已经被炸了，所以我说川普回去
可能还要再忙别的议题，就俄乌啊。而且普京也真是啊，选择川普离开他就打了，然后5月18号就要去中国大陆啊，所以大概我觉得俄罗斯大概也有这个意思，就是乌克兰战争也该结束了吧，所以我一定要用力打基辅嘛，那看可不可以改变泽连斯基的态度了。哦，大概是这样。那这个美国一定会介入的，哦，所以我跟你讲啊，2场战争，我觉得大概伊朗还比较容易结束，因为美国自己也打不下去了啊，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了。那伊朗这个，我也不认为伊朗跟美国的矛盾有那么大了。你想一想，你如果是伊朗啊。你的周边国家都有核武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只有你没有，你会不会忧虑啊？这是保身的。所以你说他怎么可能把浓缩铀交出来？而且2017年他就交给俄罗斯了，是你川普自己把人家推翻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啊，他大概是承诺不发展核武，可是你要叫他把浓缩铀交出来，我觉得不太可能。我觉得他也是会偷偷发展的，偷偷的，只是不能承认嘛。那霍姆兹海峡开放的问题啊，这本来就违反国际法，对啊，没有国家会支持他啦。所以我是觉得，他只要能够换到停火，还有美国取消制裁，大概也差不多了啦。所以我认为伊朗这个问题应该有望哦，在这个月底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迹象啦。因为是真的打不下去了啦。好，那现在美中说斗而不破，中国在争取一些战略空间，但是多久的时间它会超越美国？有这个可能吗？请教介大使。其实就是说有没有超越的话，就是说如果美中发生一场战争的话，那看发生在哪里。美国的这个兵推，还有美国的军事研究机构，如果发生在靠近中国大陆这边太平洋侧的话，美国是打不过中国大陆。因为战争有的时候不只是武器，还有地缘优势啊。就跟美国现在在荷姆斯海峡，它就进不去啊，伊朗就守在这里啊，所以看是什么样的战争。那大部分的美国这次很多美国的这些评论家都在盘点啊。川普上来以后，跟中国大陆进行的各项这种激烈的竞争啊，就是说，其实说穿了就是贸易战跟科技战，还有金融战。那大部分美国人认为都说川普没有赢，所以就认为川普去大陆可能会受气，可能底气不足硬不起来。确实。那没想到大陆还是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样，很好的一个礼遇啊。对啊。那这个回过头来就讲，我们讲就是说，你要办事情，尤其处理大事情，其实关系很重要。现在为什么伊朗也会想到中国大陆，美国也会想到中国大陆？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你看中国大陆跟伊朗之间没有冲突，都是用协调、用谈判方式解决问题，然后以合作作为出发点。那中国大陆现在跟美国虽然过去9年，川普1.0开始这么多冲突，那大陆还是觉得关系很重要，关系很重要。所以你有好的关系，人家才会来找你，相信你，才会认为你会帮他，才会请你出来解决问题，才会认真的跟你谈判。如果这个互信根本不存在的话，人家不会找。现在中国大陆一个看不见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国际政治上一个软实力，就变成就是说，我跟你关系还不错，而且长期我认为我们这个互信还够。所以你看，川普去北京之前，那个伊朗的外长首先赶到北京去啊，我相信他有点外交任务。那川普这一次到北京之前，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伊朗战争我们自己可以解决，我们不需要北京插手。因为什么？他怕这个时候拿出来被人家怎么样反讽他、讽刺他，那好像有求于人。可是你看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我们谈了，然后呢，中国大陆事实上不会承诺不给伊朗军备，这是可能是事实。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又说愿意表示协助嘛。
那这个协助的话，我觉得就变成对美国来讲也算是很需要，美国也不想真打，也不想打下去啊。所以这一次，如果从外交的历史来看的话，习近平跟这个川普到底在伊朗的问题上达成什么协议哈？那个只有2个人写回忆录的时候才会讲，那永远都是保密的。外交就是要保密，不能拿到桌面上来做宣传的。我认为中国大陆是愿意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那可是都是有条件的啦。对啊，还有一些前提的。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在处理国际政治这种国际关系里面第一个，你关系还要存在，要得到人家，不要每天就是把人家骂的把人家视为敌人，那人家怎么跟你来好好坐下来谈事情嘛？就是在说川普啦。好，所以现在川普对中国的态度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他是学到了教训吗？请教税将军。第一个，这个大国博弈里面3个底气，军武科技，美国已经在美伊战争里面现了形了，你就不能靠军事来支持外交跟其他的问题。第二个是经济的博弈，那2个国家都有强项跟互相交换的道理。第3个就是说你的国际的这个实力地位，那现在很明显这个东西，美国慢慢东升西降的东西已经出来。那这个问题出来以后，我们就看中国什么时候，中国现在经济上它出口已经是3.7兆，美国只有2.2兆，那这样下去发展下去，美国要不要急着追？急追你要不要跟中国合作？那中国的短板就是亮哥讲的，人民币是不是全部开放？那现在是有一点自信，是不是全面开放？所以为什么我以前才知道，习近平一直在强调2035、2049，2049它是变成世界超强。那在超强之前，现在就在这个进行的过程之中，但是底气要沉得住，就是说不发动战争。美国吃亏的就是搞了2场战争，你搞战争，你什么都停滞下来了。所以他30年都在反恐，所以他没有尖端武器出来。那这30年，中国从一个落后的一直赶到超前，这就是军事能不能支持外交跟经济的底气在那里。所以习近平也敢讲，不要陷入修斯底德的这个陷阱。这也是告诉中国、美国。你要完全靠军事力量是不行的。所以现在这个情况下呢，日本的部分是不是真的是比较尴尬了？因为刚刚说到了，虽然说贝森特他是有到日本去商谈的，但是为什么这个高市一直想要这个川普能够来看一下日本呢？我们来请教亮哥。本来因为美国曾经出卖过日本就是尼克森基辛级那一次嘛，那他当然认为中美一定有一些话没有公开嘛，对，他就希望，我觉得高市这种人就是希望面对面，看你有没有在骗我，是这样吗？还是因为他觉得他面对面他的魅力比较不安全感？他的不安全感就是焦虑啦。其实他刚去过美国，你怕被骂，怎么一下子没见到又焦虑起来了？就是因为美中，你怎么知道会不会谈日本？因为如果广义谈东亚的安全问题，日本当然担心会被谈到啊。